各位代表，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2次会议应出席代表2956人。今天的会议出席2872人，缺席84人，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。现在我宣布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2次会议开幕。请全体起立，唱国歌。请坐下。各位代表，今天的全体会议有4项议程。现在进行第1项议程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。下面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志作报告。各位代表，现在我代表国务院向大会报告政府工作，请予审议，并请全国政协委员提出意见。2023年工作回顾。过去1年是全面贯彻党的20大精神的开局之年，是本届政府依法履职的第1年。面对异常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，顶住外部压力，克服内部困难，付出艰辛努力，新冠疫情防控实现平稳转段，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圆满完成，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，社会大局保持稳定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，经济总体回升向好。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26万亿元，增长5.2%，增速居世界主要经济体前列。城镇新增就业1244万人，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5.2%，
居民消费价格上涨0.2%，国际收支基本平衡。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，一批重大产业创新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。国产大飞机 C919 投入商业运营，国产大型邮轮成功建造，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占全球比重超过60%。科技创新实现新的突破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成果丰硕，航空发动机、燃气轮机、第4代核电机组等高端装备研制取得长足进展，人工智能、量子电术等前沿领域创新成果不断涌现。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，新一轮机构改革中央层面基本完成，加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，实施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，出台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政策，出口占国际市场份额保持稳定，实际使用外资结构优化，共建“一带一路”的国际影响力、感召力更为彰显。安全发展基础巩固夯实，粮食产量1.39万亿斤，再创历史新高。能源资源供应稳定，产业链、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提升，经济金融重点领域风险稳步化解，生态环境质量稳中改善，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入开展，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继续下降，可再生能源发电专机规模历史性超过火电，全年新增专机超过全球1半。民生保障有力有效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6.1%，脱贫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8.1%，加大义务教育、基本养老、基本医疗等财政补助力度，提高一老一小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标准，6600多万纳税人受益。加强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和保障型住房供给，惠及上千万家庭。回顾过去1年，多重困难挑战交织叠加，成绩来之不易。从国际看，外部环境对我国发展的不利影响持续加大；从国内看，经历3年新冠疫情冲击，经济恢复发展本身有不少难题，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加速显现，很多新情况、新问题又接踵而至，政策抉择和工作推进面临的两难多难问题明显增加。经过全国上下共同努力，不仅实现了全年预期发展目标，许多方面还出现积极向好变化。实践充分表明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，中国人民有勇气、有智慧、有能力战胜任何艰难险阻，中国发展必将长风破浪，未来可期。
1年来，我们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，主要做了以下工作：一是加大宏观调控力度，推动经济运行持续好转。针对严峻挑战和疫后经济恢复特点，我们统筹稳增长和增后进，突出固本培元，注重精准施策，延续优化一批阶段性政策，及时推出一批新政策，打出有力有效的政策组合拳。财政政策加力提效，货币政策精准有力，出台支持汽车、家居等消费政策，制定促进民间投资政策，优化房地产调控，制定实施一揽子化解地方债务方案，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。二是依靠创新引领产业升级，增强城乡区域发展新动能，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，加快实施重大科技项目，全面部署推进新型工业化，出台稳定工业经济运行、支持先进制造业举措，深入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66.2%，乡村振兴扎实推进，在落实区域重大战略方面推出一批新举措。三是深化改革，扩大开放，持续改善营商环境，清理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规定，分别推出支持国有企业、民营企业、外资企业发展政策，开展清理拖欠企业账款专项行动，推动外贸稳规模、优结构，完善吸引外资政策，扎实推进共建“一带一路”高质量发展。四是强化生态环境保护治理，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，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，制定支持绿色低碳产业发展政策，启动首批碳达峰试点城市和园区建设。五是着力抓好民生保障，推进社会事业发展，加强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促进服务，强化义务教育不落环节建设，落实新冠病毒感染乙类乙管措施，加强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建设，有效应对海河等流域特大洪涝灾害，做好甘肃积石山地震等抢险救援。成都大运会、杭州亚运会和亚残运会成功举办。六是全面加强政府建设，大力提升治理效能，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，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、行动派实干家，深入开展主题教育，全面提高政府履职能力，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法律议案实践，制定修订行政法规25部，认真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，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，狠抓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，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新进展。一年来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推进，
习近平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多国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、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等重大多双边活动，成功举办中国中亚峰会、第3届“一带一路”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重大主场外交活动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，落实全球发展倡议、全球安全倡议、全球文明倡议。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。各位代表，过去1年取得的成绩，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，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，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，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结果。我代表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、向各民主党派、各人民团体和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。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、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、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表示衷心感谢。向关心支持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各国政府、国际组织和各国朋友表示衷心感谢。我们也清醒地看到面临的困难和挑战，外部环境的复杂性、严峻性、不确定性上升，我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基础还不稳固，有效需求不足，社会预期偏弱，风险隐患仍然较多，部分中小企业经营困难，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，安全生产的不容缓解，不容忽视。政府工作存在不足，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现象仍较突出，一些领域腐败问题仍然多发。我们一定直面问题和挑战，尽心竭力做好工作，绝不辜负人民的期待和重托。2024年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要求和政策取向。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，是实现“十四五”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1年。做好政府工作，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2中全会精神，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，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，完整、准确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，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，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，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，加大宏观调控力度，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，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，切实增强经济活力，防范化解风险，改善社会预期，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的态势，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，增进民生福祉，保持社会稳定，以中国式现代化
全面推进强国建设、民族复兴伟业。综合分析研判，今年我国发展面临的环境、人事、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，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。只要我们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决策部署，紧紧抓住有利时机，用好有利条件，把各方面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，一定能战胜困难挑战，推动经济持续向好，行稳致远。今年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：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%左右，城镇新增就业1200万人以上，城镇调查失业率5.5%左右，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%左右，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，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，粮食产量1.3万亿斤以上，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.5%左右，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。提出上述预期目标，综合考虑了国内外形势和各方面的因素，实现今年预期目标并非易事，需要政策聚焦发力，工作加倍努力，各方面齐心协力。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，一进促稳，先烈后破。各地区各部门要督促有利于稳预期、稳增长、稳就业的政策，谨慎出台收缩性、抑制性措施，在转方式、调结构、提质量、增效益上积极进取，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。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，提质增效。赤字率拟按3%安排，赤字规模4.06万亿元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28.5万亿元。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.9万亿元，为系统解决强国建设、民族复兴进程中一些重大项目建设的资金问题，拟连续几年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，专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。今年先发行1万亿元，要大力优化支出结构，强化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。中央财政加大对地方均衡性转移支付力度，适当向困难地区倾斜。省级财政要推动财力下沉，兜牢基层3保底线。各级政府要习惯过紧日子，切实把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，用出实效来。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、精准有效，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，社会融资规模、货币供应量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，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，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，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。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，围绕发展大局
加强政策协调配合，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，确保同向发力，形成合力。各地区各部门制定政策要认真听取和吸纳各方面的意见，设企政策要注重与市场沟通，回应企业关切，营造稳定、透明、可预期的政策环境，完成今年发展目标任务，必须深入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，集中精力推动高质量发展，强化系统观念，把握和处理好重大关系，以更大的决心和力度深化改革开放，持续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，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效。3、2024年政府工作任务。党中央对今年工作做出了全面部署，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，扎实做好各项工作。1、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，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，推动产业链、供应链优化升级，保持工业经济平稳运行，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，着力补齐短板，拉长长板，锻造新板，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、智能化、绿色化转型，加快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，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，加强标准引领和质量支撑，打造更多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制造品牌，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，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，巩固扩大智能网联、新能源汽车等产业领先优势，制定未来产业发展规划，鼓励发展创业投资、股权投资，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，制定支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，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，开展人工智能+行动，实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，大力推动数据开发、开放和流通使用。我们要以广泛深刻的数字变革，赋能经济发展，丰富人民生活，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。2、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，强化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支撑，加强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制定实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，落实猎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开展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，办好特殊教育、继续教育，大力提高职业教育质量，加快建设中国特色、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。我们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，厚植人民幸福之本，夯实国家富强之基，加快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，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，强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，推进关键核心技术协同攻关，加强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的研究，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，深化科技评价、科技奖励、科研项目
和经费管理制度改革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，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，营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，全方位培养用好人才，实施更加积极、更加开放、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，推进高水平人才高地和吸引集聚人才平台建设，加大对青年科技人才支持力度，加快建立以创造价值、能力、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。我们要在改善人才发展环境上持续用力，形成人尽其才、各仗其能的良好局面。3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，推动经济实现良性循环，促进消费稳定增长，从增加收入、优化供给、减少限制性措施等方面综合施策，培育壮大新型消费，实施数字消费、绿色消费、健康消费促进政策，稳定和扩大传统消费，鼓励和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，提振智能网联、新能源汽车、电子产品等大宗消费，推动养老、育幼、家政等服务扩容提质，优化消费环境，推动商品和服务质量不断提高，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改善生活需要。积极扩大有效投资，发挥好政府投资的带动放大效应，重点支持科技创新、新型基础设施、节能减排降碳，加强民生等经济社会薄弱领域补短板，加快实施“十四五”规划重大工程项目，着力稳定和扩大民间投资，落实和完善支持政策，进一步拆除各种藩篱，在更多领域让民间投资进得来、能发展、有作为。4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，增强发展内生动力，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，不断完善落实2个毫不动摇的体制机制，为各类私有制企业创造公平竞争、竞相发展的良好环境，深入实施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，全面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及配套举措，实施降低物流成本行动，健全防范化解拖欠企业账款长效机制，积极支持企业家专注创新发展，敢干、敢闯、敢投，踏踏实实把企业办好。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，着力推动产权保护、市场准入、公平竞争、社会信用等方面的制度规则统一，专项治理地方保护、市场分割、招商引资不当竞争等突出问题，坚持依法监管，坚决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。推进财税、金融等领域改革，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，落实金融体制改革部署，深化社会民生领域改革。5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，促进互利共赢，推动外贸自身量稳，支持企业开拓多元化市场，
促进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健康发展，拓展中间品贸易、绿色贸易等新增长点，积极扩大优质产品进口，出台服务贸易、数字贸易创新发展政策，加大吸引外资力度，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，放宽电信、医疗等服务业市场准入，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，加强外商投资服务保障，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，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，推动高质量共建“一带一路”走深走实，抓好支持高质量共建“一带一路”8项行动落实落地，稳步推进重大项目合作，实施一批小而美民生项目，加快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，深化多双边和区域经济合作，与更多国家和地区3签高标准自贸协定和投资协定，全面深入参与世贸组织改革，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。6. 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，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，稳妥有序处置风险隐患，完善重大风险处置统筹协调机制，压实企业主体责任、部门监管责任、地方属地责任，优化房地产政策，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，统筹好地方债务风险化解和稳定发展，进一步落实一揽子化债方案，稳妥推进一些地方的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处置，健全风险防控长效机制，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，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，完善商品房相关基础性制度，满足居民刚性住房需求和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，建立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，提高金融风险防控能力，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，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，强化能源资源安全保障，加快构建大国储备体系，有效维护产业链、供应链安全稳定。7. 坚持不懈抓好商农工作，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，学习运用千村示范、万村整治工程经验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、阶段性成果，加强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，稳定粮食播种面积，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，加大产粮大县支持力度，严守耕地红线，提高高标准农田建设投资补助水平。各地区都要扛起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责任。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，必须始终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。毫不放松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，加强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工作，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，强化异地搬迁后续帮扶，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支持力度，让脱贫成效更可持续。稳步推进
农村改革发展，启动第2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，着眼促进农民增收，壮大乡村富民产业，深入实施乡村建设行动，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，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。8、推动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，大力优化经济布局，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，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摆在突出位置，深化户籍制度改革，完善人、地、钱挂钩政策，让有意愿的进城农民工在城镇入户，推动未入户常住人口平等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。新型城镇化要处处体现以人为本，让人民群众享有更高品质的生活，提高区域协调发展水平，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、东北全面振兴、中部地区加快崛起、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等战略，支持京津冀、长三角、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区更好地发挥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，持续推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，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，制定主体功能区优化实施规划。9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，推进绿色低碳发展，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，协同推进降碳、减污、扩略、增长，推动生态环境综合治理，深入实施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，统筹水资源、水环境、水生态治理，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，组织打好湘北工程3大标志性战役，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，充分调动各方面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积极性，大力发展绿色低碳经济，推进产业结构、能源结构、交通运输结构、城乡建设发展绿色转型，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政策和相关市场化机制，推动废弃物循环利用产业发展，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供应链，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，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和碳中和，扎实开展碳达峰10大行动，深入推进能源革命，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，确保经济社会发展用能需求。10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，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扎实推进共同富裕，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，督促并举稳就业、促增收，突出就业优先导向，加大促就业专项政策力度。预计今年高校毕业生超过1170万人。要强化促进青年就业政策举措，扎实做好退役军人、农民工等群体就业工作，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，努力促进低收入群体增收，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能力，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
提高30元，深化公立医院改革，引导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，加强县乡村医疗服务协同联动，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，深入开展健康中国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，筑牢人民群众健康防线，加强社会保障和服务。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月最低标准提高20元，继续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，加强城乡社区养老服务网络建设，健全生育支持政策，减轻家庭生育、养育、教育负担，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，把民生兜底保障安全网致密扎牢，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，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发展哲学、社会科学、新闻出版、广播影视、文学艺术和档案等事业，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，大力发展文化产业，推动全民健身活动广泛开展，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，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，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，着力夯实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，完善社会治理体系，强化城乡社区服务功能，保障妇女、儿童、老年人、残疾人合法权益，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，推进矛盾纠纷预防化解，推动信访工作法治化，依法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，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。各位代表，新征程、新使命，对政府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。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要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，增强4个意识，坚定4个自信，做到2个维护，自觉在思想上、政治上、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，要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，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，全面履行好政府职责，深入推进依法行政，严格遵守宪法法律，自觉接受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，自觉接受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，自觉接受社会和舆论监督，加强审计监督，坚持科学、民主、依法决策，支持工会、共青团、妇联等群团组织更好发挥作用，发扬自我革命精神，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。政府工作人员要遵守法纪，廉洁修身，勤勉尽责，干干净净为人民做事。全面提高行政效能，围绕贯彻好、落实好党中央决策部署，深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，不断提高执行力和公信力，在抓落实上切实做到不折不扣、雷厉风行、求真务实、敢做上委，确保最终效果符合党中央决策意图。以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，提高政务服务水平，
坚决纠治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，持续为基层和企业减负。广大干部要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，真抓实干，埋头苦干，善作善成，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。各位代表，我们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，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、交流、交融，坚持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，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，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，汇聚起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致力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。过去1年，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新的成绩和进步，人民军队出色完成担负的使命任务。新的1年，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，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，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，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，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，全面加强练兵备战，坚定捍卫国家主权、安全、发展利益，抓好军队建设“十四五”规划执行，加快实施国防发展重大工程。各级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，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。我们要继续全面、准确、坚定不移地贯彻“一国两制”、港人治港、澳人治澳、高度自治的方针，坚持依法治港治澳，落实爱国者治港、爱国者治澳的原则，支持香港、澳门发展经济、改善民生，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，保持香港、澳门长期繁荣稳定。我们要坚持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，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·2共识，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，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，深化两岸融合发展，增进两岸同胞福祉，同心共创民族复兴伟业。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，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，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。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，落实全球发展战略、全球安全战略、全球文明战略、全球发展倡议、全球安全倡议、全球文明倡议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。各位代表，使命重在担当，奋斗创造未来。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，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坚定信心，开拓进取，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、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。